穿越斗罗直接开挂，觉醒时空双概念神级武魂，先天20级满魂力，天赋直接拉满。早就看透史莱克全员伪善嘴脸，果断拒绝入伙。意外邂逅千仞雪，直接入住武魂殿，被一众供奉当成宝贝重点培养。得知我被弗兰德刁难，雄狮供奉当场炸毛，连夜杀穿史莱克，暴揍弗兰德，顺手抓走小舞送我当伴，资源偏爱直接拉满。这一世武魂殿必胜，史莱克永无出头之日。武魂城一座宏伟的陵园前，我蹲在武魂殿千寻级墓碑前，手指划过刻字。这里不像是斗罗殿啊！我叫基业，12岁，6年前我觉醒了双生武魂，武魂先天20级魂力。第一武魂名为空，掌握空间巨响，无视一切防御，近战无敌。第二武魂名为时，概念系掌控，时间静止，因果逆转，每一个都超出了现有武魂的范畴。从6岁觉醒那天起，弗兰德像块狗皮膏药，甩都甩不掉，满口史莱克只收怪物，摆明想要将我收归门下。我当场直接拒绝。好在先天20级魂力的消息被他压了下去，没上报武魂殿。我只想离那群奇葩远点。戴沐白仗着皇子身份糟蹋姑娘，马红俊邪火上来连鸡都不放过，奥斯卡那魂香肠恶心巴拉的，弗兰德是钻进前眼的奸商，玉小刚是超理论的废物，全是一个德行，沾上他们比沾上狗皮膏药还恶心。所以我跑了。第一次跑出5里地，弗兰德从天上落下来把我拎回去。第二次钻山里2天，他在洞口等了1天1夜，我饿得受不了，出来又被拎回去。第三次我动了武魂，空间之力凝成半透明长剑，剑锋过处，空气裂开虚空。弗兰德肩膀被擦伤，结果这老不死的眼睛更亮了，发了疯要收我当弟子。我想过杀他，但是现在属实还做不到。半个月前我终于等到逃离机会，我把他引到索托城最大赌场，用15武魂控制头子，连赢23把。弗兰德盯着面前堆积如山的金魂币，整个人亢奋得手都在抖。我借口上厕所偷偷溜了，走到门口回头喊了一句：6号桌那个戴眼镜的猥琐男出老千。赌场瞬间炸锅，7、8个人掀桌子扑上去，难怪这老登一直赢，原来一直出老千，赶紧把老子的钱还回来，魂师不得对普通人出手，这是铁律。弗兰德被暴揍还不能还手，我趁机直接开溜。我深深呼出一口气，心中无比畅快，爽爆了。万万没想到一路跑到千寻级的陵园，原著里压根没提过这个地方。对比史莱克一众不堪之人，武魂殿供奉长老大多潜心修炼，毕生追逐魂力巅峰，无心算计别人，比比东除外。这女人心眼比马蜂窝还多。老家有句老话，来都来了，那就进去看看吧。我开启15武魂绕开侍卫，直接溜了进去。陵园内比我想的简单，正中央一具纯金棺椁，上面刻满天使纹路和武魂殿徽记。我脑子里冒出的第一个念头，真有钱纯金的。我刚感慨完，门口传来脚步声，我赶紧躲旁边天使雕像后面屏住呼吸。一个女人走棺椁前，金发白裙，碧蓝眼眸，脸色冷淡至极。父亲，女儿来看你了。我脑子嗡的一下炸了，千寻级的女儿，这是千仞雪，她不是跑去天斗帝国当卧底了吗？她怎么在这时候回来了？千仞雪手抚着金冠，低声自语：杀父之仇，女儿迟早会报。比比站着教皇位置坐不长久，我一听就懂他跟比比东死对头。我竖着耳朵仔细听他后续计划，脚底下踩到一块松动的地砖，咔的一声，千仞雪瞬间停住话头，我心里咯噔，这下完了。没办法，拍着灰从雕像后走出来，四目相对。我说我是路过的，你信吗？千仞雪盯着我，灰色粗布衣服，脸上戴着面具，只露眼睛和嘴巴。千仞雪声音冰冷：这里是武魂殿禁地，外人擅闯者死。我辩解道：我没擅闯，我是瞻仰。我对前任教皇千寻疾冕下仰慕已久，今天路过武魂城，特意来拜祭。千仞雪眼睛眯起来：你穿着这身破衣服，戴着面具来瞻仰？我耸耸肩：我长得丑怕吓到人，穷人就不能有信仰了吗？千仞雪没耐心了，手里金光凝聚，一柄天使圣剑缓缓成型，长剑直指我的喉咙。扯这么多废话是等同伙接应是吧？我盯着他的脸，他这时候差不多6环60多级，我4环42级，差了2个大阶。我果断举起双手，我真是路过，棺椁都没开，金子都没拿，顶多算个私闯民宅。千仞雪也不想再废话，魂力压过来，掀起一阵涟漪，我的面具被魂力掀飞，一张线条干净、稚气未退的少年面容完整展露出来。千仞雪看着那张脸愣了一下，他从没见过这么好看的少年。回过神剑间再度朝我喉咙逼近1寸，跟我回去受罚，否则死在这里。我无奈道：你这人怎么这么轴？我都说了我是路过的。我叹了口气，硬拼不划算，这是武魂城人家大本营，一旦动手引来千道流，连逃都没得逃，命苦。好不容易逃开弗兰，又栽到这里，算了，我跟你回去。我捡起面具重新戴上。千仞雪提着圣剑往转身向外行走去，我跟在后面，心里有点发虚，不知道千道流是什么样的人。原著里这老头出场不多，99级绝世斗罗，当世仅存的极限斗罗之一。如果他也是不讲理的老疯子，我就认栽想办法再跑一次，或者直接嘎了。如果是正常人，那在武魂殿待一段时间也不是不行，反正比史莱克强。不多时，千仞雪忽然停下脚步，差点给他抱上去，还好及时刹住。我抬头一看，面前是巨大殿堂，门楣刻着3个大字：供奉殿。千仞雪迈步走进去，我深吸一口气跟上。供奉殿内，雄狮斗罗正跟光灵斗罗吹牛，光灵嗑瓜子一脸你继续吹的表情，青鸾斗罗闭目养神，千钧降魔在下棋。千仞雪一进来，气氛全变了，他向众人行礼，众人一下子围过来对他嘘寒问暖，气氛顿时热闹起来。我站在身后看着这一幕，有点意外，原来武魂殿供奉画风是这样。降魔斗罗率先注意到我的存在，上前直接搂住我的肩膀：哟，这小家伙是谁啊？戴着面具还挺帅。小雪，你什么时候认识的朋友？千仞雪轻飘飘丢出一句话：他是到我父亲墓的人。整个供奉殿瞬间安静，降魔斗罗搂着我肩膀的手僵住了。5个封号斗罗齐齐看向我，这小子胆子这么大。我被盯得脊背发凉，连连解释，真就是路过迷路，你们武魂殿的人怎么都不听人说话？雄狮斗罗咧嘴笑了，听但只听自己人的话，伸手
打算直接抓住我的衣领，我火气上来，直接催动武魂，要打就打，打不过也要打，至少不能站着挨揍。4个魂环瞬间从我脚下升起来，紫紫黑黑，整个供奉殿光线扭曲，紫色与黑色交织，完全不像是4环魂宗该有的压迫感。5名大供奉的表情呆滞了一下，降魔斗罗咽了口唾沫，12岁就达到4环，而且这么逆天的魂环配置，这小子吃什么长大的？千仞雪满脸错愕，原先只当我是有点小聪明的小贼，但现在似乎是个天赋妖孽的家伙。这种魂环配置，整个大陆都没人能做到，这个小子到底什么来头？就在所有人沉浸在震惊中的时候，千道流与金鳄斗罗缓步走来，二人目光落在我魂环上，眉头皱起。千道流闭上眼睛感知了片刻，睁眼时他看向金鳄，微微摇头，没接受神奇传承，不是靠外力堆出来的，这样的怪物真是头一回见。千道流缓步走到我的身前，问道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多大了？”我平静回答：“基业，12。”千道流点头，12岁4环双万年魂环，而且前2个便是1000年，很不错。紧接着直接释放魂力威压，我身体一沉，咬紧牙关，这老家伙在试探我。我膝盖弯曲，单手撑地，虚空长剑抵住石板，稳住身形，牙都快咬碎了也不能跪。就在我以为要撑不住的时候，威压潮水般退去。千道流笑了，扛住魂圣威压，你很不错，拍了拍我肩膀问：“小家伙，觉得武魂殿怎么样？”我扫了一眼这群封号斗罗，最后目光落在千仞雪身上，挺好的，只是某人还觉得我是贼呢。千道流哈哈大笑：“小家伙，你要是加入我武魂殿，大家就是自己人；要是不加入，私闯我武魂殿禁地可是死罪，你可想好了？”我瞪大了眼睛，老狐狸变脸比翻书还快。我叹了口气，我有的选吗？没有，那我加入。降魔斗罗第一个冲过来搂我肩膀，刚才那是误会，小家伙把面具摘下来，让我们几个老家伙看看。我伸手摘掉面具，供奉殿又安静了。降魔斗罗憋了半天，憋出一句：“大爷，我就是客套几句说你帅，你他妈还真的帅啊！”雄狮斗罗抱胸感叹，自己年轻时要有这长相，也不至于打光棍到80。千道流的眼神在我和千仞雪之间来回扫了好几遍。金鳄斗罗察觉到大哥心思，大哥是不是太急了？这小子才刚来。千道流低语：“这样的苗子几百年也遇不到一个，就先让他待在武魂殿慢慢来，万一两人看对眼了。”嗨嗨，千仞雪察觉爷爷异样，目光脸颊泛起淡红。爷爷那眼神他见过。千道流开口道：“小雪带他下去找个房间住下。”千仞雪转身带我离开。房间内，我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。说实话，在这群老家伙面前，我还有点发怵。有天赋不假，但还没成长起来，什么用也没有。幸好供奉殿这群人还算正常。双生武魂的秘密我守了12年，这群人恐怕迟早会知道。到那时候，武魂殿还会像现在这样对我笑脸相迎吗？算了，走一步看一步吧。明天开始得想想怎么从这群老家伙手里抠点实际的好处。次日清晨，我被敲门声吵醒，侍女端来一套全新衣物，深蓝衣身镶银边，胸口印有武魂殿标识。我换上衣服，头发没梳披在肩上，反而多了种懒洋洋的帅。我没戴面具就推门出去了。我只认识去供奉殿的路，乱跑万一撞到比比东那女人，落到他手里跟小鸡落狐狸窝没区别。算了，去找供奉殿那群老家伙，他们暂时应该不会害我。刚走到供奉殿门口，降魔斗罗懒洋洋说道：“大供奉让我今天试试你的身手，是伸手就是打一架，你和我跟我走。”我沉默了1秒，你一个封号斗罗跟我4环打，我怕你把我打死。降魔斗罗笑道：“别怕，放心，我收着打，就是看看你实战水平。”我们走到供奉殿前的广场，降魔斗罗右手一伸，盘龙棍出现在掌心，9个魂环从脚下升起。我抬起手掌，五指往虚空中一探，抽出虚空之剑，脚下4个魂环升起来，紫紫黑黑。降魔斗罗先动手了，一棍捅过来，我退后躲开，接着一棍子横扫，这一下覆盖3丈范围，风声听的人头皮发麻。我这次没躲，第一魂环亮起，空无痕，剑身闪过一道幽光，我一剑迎向盘龙棍，剑棍相交，没有金铁交鸣的声音，我的虚空之剑像穿过空气一样穿过了盘龙棍，剑尖直奔降魔肩膀。降魔瞪大眼睛，活了快200年，头一回见这种事。盘龙棍挡不住剑，他身体猛然后仰，剑刃擦着肩膀划过，衣服破了，肩膀渗出一道血线，伤口周围空间扭曲，愈合速度慢了10倍。他瞪大眼睛说：“你这剑能无视防御？”降魔深吸一口气，表情从随意变成认真。好小子，那我也不客气了，动用了魂帝级别的力量，每一棍都带着砸碎巨石的力量，我不跟他硬碰。第2魂环亮起，空咫尺，我的身形突然消失，下一瞬出现在降魔身后3尺，虚空之剑无声刺向他后腰。降魔后背发凉，他来不及转身，棍子往身后一扫，同时前冲，剑尖在他后腰划了一道口。不深但够疼。降魔斗罗惊讶问道：“不是，你瞬移移动的时候没有魂力波动，怎么做到的？”我答道：“是空间折叠，我把咱们之间的空间折在一起，一步跨过去就行。”降魔张了张嘴没说出话，决定不问了，再问显得没文化。魂力再度提升到魂圣级别，棍影漫天，我的指使不断发动，身形在广场上闪来闪去。降魔越打越烦躁，一个封号斗罗打4环魂宗这么久，连一脚都没摸到，说出去丢死人。他说：“你小子就不能站着打？”我说：“前辈打架哪有让站着挨揍的？”降魔气笑了：“行，你不站着，我也不让你跑。”直接提到魂斗罗级别，每一棍带着低沉轰鸣，石板被棍锋掀飞好几块，我的压力陡然增大。直使技能虽然能瞬移，但发动需要时间间隔，他攻击频率太高，我冷切没好棍子就到了。第3魂环亮了万年魂环，第3魂技空绝对领域，以我为中心直径10米的球形空间剧烈扭曲，他每一棍轨迹都偏移，打不中我。我在领域里速度快得离谱，3剑同时刺向他，他分不清哪个是真的，只能凭感觉到。下一秒他整个人被空间平移，撞上我的剑锋。降魔心中暗骂，硬扛这一剑盘龙棍猛砸地面，广场炸开3尺深的坑碎14剑。
他想用冲击波震开我，但冲击波进入领域后方向被扭曲，大部分力量偏向别处，只有一小部分到我面前被半虚空化状态免疫。降魔停下攻击，站在领域边缘，满脸不可思议。免疫伤害，免疫空间波动类攻击，我纠正道。降魔沉默了，他终于明白大供奉为什么让他来试我，不是给下马威，是看我的武魂到底有多离谱。现在他知道了离谱他妈给离谱开门，离谱到家了。再来，降魔深吸一口气，直接动用普通封号斗罗实力，威压震慑向我。我黑色第四魂环亮起，第四魂技空烟灭斩，我一剑挥出，一道漆黑半月形剑芒飞出，空气被撕开黑色裂缝。降魔瞳孔骤缩，这道剑芒给他带来了危险的感觉。他双手握棍，身前凝聚金色能量盾，他每朵要亲身体验这一击到底多强。漆黑剑芒撞上金色护盾，护盾上出现裂痕，降魔预感不好，直接闪身。下一秒，剑芒穿透护盾，地面炸出一个大坑。降魔低头看着地上的大坑，愣了2秒。这一击足有魂帝级别的威力，而且无视防御。我收回剑，大口喘气，额头全是汗。万年魂环消耗太大，最多只能用第3和第4魂技各一次。围观的全傻了，一个4环魂宗把封号斗罗打退了。降魔嘴角抽了抽，小家伙，你这些魂技，你是怎么活到现在的？觉醒出这样强大的武魂，一定是先天满魂力吧？为什么我武魂殿没有收到消息？你是哪个大家族的子弟？我摇了摇头，我是个孤儿。史莱克学院院长弗兰德从我觉醒就一直缠着我，让我加入史莱克。他贿赂武魂殿执事，不让上报我先天满魂力的消息。6年走到哪跟到哪，多次逃跑都被抓回，直到半个月前才跑出来。我越说越觉得委屈。闻言，降魔斗罗拳头攥得咔咔响。6年，一个6岁的孩子本来该被当成天才培养，结果被一个疯子困在身边，不交东西不让走。降魔松开拳头，拍了拍我的肩膀，这6年苦了你了。我摇了摇头，还行，至少命大没死，运气好。降魔斗罗脸色阴沉问：“那个弗兰德现在在哪？”我去劈了他。我说：“前辈，他好歹是7环魂圣。”降魔满不在意：“7环怎么了？7环我一棒子就能劈死。”我没法反驳。封号斗罗劈一个魂圣确实跟劈柴没区别。就在这时，雄狮斗罗大步走出来，身后跟着光灵斗罗和青鸾斗罗，3个人脸色都不好看。不用你去。雄狮走到我面前，低头看我：“小家伙，你说的那个弗兰德是史莱克学院的院长吗？”史莱克学院在哪？我点了点头。是的，在索托城城南。雄狮斗罗笑了笑，转身就走。我去跟那个弗兰德好好聊聊。我看着那个笑容，后背发凉。雄狮前辈，他好歹是个院长，您别把他打死了。雄狮斗罗头都没回，放心，打不死，最多打残，这辈子他别想动了。说完，他脚下一蹬，整个人冲天而起，转眼消失在天际。光灵斗罗啧啧2声，老熊头今天火气挺大。青鸾斗罗冷冷地说：“听了那种是谁火气不大？”光灵斗罗点头，也是换成我也去。降魔斗罗揽住我的肩膀：“小家伙，你既然选择了加入武魂殿，那以后供奉殿就是你家。我们这几个老家伙就算是你长辈，以后谁敢欺负你，打不过就告诉我们，我们帮你揍他们。”我愣了一下，穿越过来12年，见过很多人，还是第一次被人保护，心里还是有很感动的。2楼窗户后面，千道流把一切看在眼里。金鳄斗罗站在他身边，表情从凝重变满意，两人对视一笑，笑容里带着同一种意思。感动我武魂殿看中的人，真是活腻了。高空中，雄狮斗罗裹挟滔天怒意，全速奔赴史莱克。史莱克学院内，弗兰德正悠闲地躺在躺椅上晒太阳，浑然不知大祸临头。与此同时，索托城南一处破败村落，村口插着歪斜木牌，刻着史莱克学院4个字。眼下正值招生季，门口排着长队，戴沐白正亮着武魂，以示压人欺压前来报名的家长。突然一道金光从天而降，地面被他砸出了个大坑。雄狮斗罗站定，扫了一眼破木牌，打量破败村落与排队人群，咧嘴笑了。就这也配称作学院？李玉木慌忙起身，看清武魂殿标识与磅礴封号威压，此人绝对是封号斗罗。心底惊骇，躬身发问：“敢问冕下名号？”雄狮斗罗双手抱胸，满眼不屑俯视他：“让你们院长滚出来，老子有事找他。”李玉木不敢多言，连忙吩咐戴沐白备好茶水招待贵客，自己转身快步跑进学院，那速度不像60多岁老头。戴沐白端茶过来，腰弯得很低。雄狮斗罗低头看他：“刚才你这小鬼不是很嚣张啊？打得过你全数退魂，这话是你说的吧？”先前欺负的家长冲过来跪地哭诉：“大人恳请您为我们做主啊！这学院入学测试就要收取10金魂币，测试不合格还分文不退，还出言威胁前来应试的百姓。”周围家长也是学院蓄意骗钱，七嘴八舌骂声一片。雄狮斗罗转头看向戴沐白：“看来你们学院名声不怎么好，果然什么样的院长带出什么样的学生。”雄狮斗罗轻哼了一声，魂力威压冲击而出，直接撞飞戴沐白。戴沐白胸口像被重锤击中，整个人倒飞而出，撞断树干，当场昏迷。雄狮斗罗拍了拍身上不存在的灰，忽然鼻子动了动，目光扫过排队人群，锁定在一个粉衣少女身上，11、12岁，长长蝎尾变大眼睛，此刻正缩在蓝衣少年身后，身体微微发抖。雄狮斗罗眼睛亮了，10万年魂兽，竟然是化形的10万年魂兽，但他没急着动手，现在不是处理这事的时候。不多时，弗兰一瘸一拐快步走出来，后面跟着赵无极，史莱克唯2的魂圣。看到地上昏迷的戴沐白，弗兰德眼皮跳了一下，走到雄狮斗罗面前，双手抱拳，腰弯得很低。在下弗兰德不知冕下时，雄狮斗罗俯视着他：“你就是弗兰德？老夫供奉殿第4供奉雄狮，当年就是你这只杂毛鸟软禁了基业6年吗？”弗兰德心里咯噔一下，基业他去了武魂殿吗？冕下那小子和你说了什么？雄狮斗罗没回答，伸手指点了点弗兰德，又点了点地上昏迷的戴沐白：“你们学院3环魂尊都能这么嚣张？学生当众威胁平民，好大的威风！”弗兰德说：“冕下这里面可能有误会。”雄狮斗罗厉声驳斥：“老夫亲眼看见，亲耳听见，你跟我说误会！”弗兰德被这一声吼得后退了2步。
赵无极往前一步挡在弗兰德面前，眼下您是封号斗罗，对晚辈出手是不是不太合适？雄狮斗罗冷笑一声，我今天来没有别的事，就是单纯替基业教训下你们。6岁孩童觉醒先天满魂力，双生武魂，你贿赂武魂殿之事，隐瞒消息将人禁锢6年，是不是特别可耻啊？周围的家长听得直骂娘，要不是对方是魂师，早就拿石头砸了。唐三内心暗自震惊，老师不是说双生武魂和先天满魂力很稀有吗？身后小五浑身发抖，不敢看向雄狮斗罗，想叫上唐三一起离开。唐三轻声安抚，观事态发展。雄狮斗罗居高临下的看着弗兰德，那孩子现在是我武魂殿的人，我作为他的前辈，自然要替他讨回公道。话落，雄狮斗罗没用魂力纯肉搏，一拳砸在弗兰德脸上，弗兰德瞬间鼻青脸肿，第二拳轰在肩膀，骨头咔吧碎裂骨折，第三拳对进肚子，弗兰德趴在地上大口咳血。雄狮斗罗把他提起来，左右开弓，啪啪2个大耳光，弗兰德被按在地上揍了整整1个时辰，脸肿得像猪头，鼻子里冒着血泡，牙齿都被打掉了2颗，已经昏过去了，惨不忍睹。赵无极站在一旁边看得眼皮直跳，有心阻拦，腿抖得根本迈不出脚，他一个魂圣上去也是送菜。赵无极叹了口气，都说了强扭的瓜不甜，你不听，太惨了。雄狮斗罗甩甩手准备离开，目光落在小五身上，愣了一下，化形的10万年魂兽，这小家伙竟然没被吓跑，胆子很大，嘴角慢慢咧开，大步朝小五走过去。唐三挺身挡在小五身前，躬身行礼。雄狮斗罗随手一甩，像丢垃圾一样把唐三被丢飞3丈远。雄狮斗罗像提兔子一样把小五提了起来，10万年魂兽化形，还真是有胆量。小五被提在半空，泪水直流，极致恐惧，浑身僵硬，不敢动弹。唐三冲过来怒吼道：“住手，放开我妹妹！”雄狮斗罗嘲讽道：“你知道她是什么吗？这女娃是10万年魂兽化形，她的年龄不知道是你几千倍几万倍，你当她是你妹妹？”唐三咬了咬牙，不管她是什么，我只知道她是小五我的妹妹，请你放开她。雄狮斗罗点了点头，行，你这小鬼不怕死，老夫成全你。抬拳就要准备对唐三下死手，就在这时，天空骤然暗沉，一柄昊天锤从天而降，砸在他面前，地面炸开大坑，一道身影走出，每一步都踩出魂环涟漪，黄黄紫紫黑黑黑黑红9个魂环，最后一个10万年红色，供奉殿好大的威风。雄狮斗罗瞳孔骤缩，昊天斗罗唐昊95级强攻系封号斗罗，当年重创千寻级的疯子。唐昊有昊天锤10万年魂环，我97级巅峰，正面硬碰硬并无绝对胜算，但是绝对不能退。雄狮斗罗冷哼了一声，唐昊，你是想与我供奉殿为敌吗？释放武魂金色巨狮虚影仰天咆哮，9道魂环同时亮起，金色的魂力在体表燃烧，整个天空巨变，一边金狮啸天，一边血雷翻滚，2股封号斗罗气势撞在一起，地面裂开，数拳折断。